房是保命符，你以為放棄繼承，房子能留給孫子嗎？其實一毛都拿不到哦。先說結論，子女放棄繼承，不代表孫子就能直接拿到房子。繼承複雜哦，超級之複雜。在執行之前，最好先問一下專家，就律師了哦。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們上一支影片聊了新青安首波寬限期要到期了，如果你還沒看過的話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討論繼承房子超複雜哦，這次來聊一個新聞，標題我念一下：專家示警遺產順位有陷阱，兒女放棄繼承，孫子也會兩手空空。那內容是這樣，就是很多民眾對於繼承會有誤會，例如說阿公阿嬷常講的，我這間房子要留給金孫所以叫他爸媽不要繼承讓金孫直接拿之類的。想說只要有父母拋棄繼承子女就是直接就無縫銜接，直接承接了但法律設計的方式跟我們的直覺是差很多的你看我框起來的地方，這看起來有點複雜我用舉例的，就只要你放棄繼承，那法律就把你當作你從一開始就沒有繼承權。那白話就是你在繼承的名單上是直接被劃掉的。那一份不會往下跳到孫子，而是先跳到兄弟姐妹也就是被繼承人還沒有放棄的子女。例如說阿公過世留下一間房，然後有3個兒子 A、B、C， 今天 A 說我不要讓我兒子繼承，結果法律的運作是 A 的那份由 B、C 就平分掉了，那 A 的兒子咧，也就是阿公的孫子咧，就拿不到除非怎樣 B、C 也一起放棄才會輪到孫子分。那就算到這一步，下一個順位也不是直接跳孫子而是先看阿公的父母在不在然後再看兄弟姐妹都沒了才會輪到孫子。所以阿公阿嬷想要叫兒子不要拿來把房子塞給孫子，8、9成都會失敗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把房子留給金孫不要用這招就是用立遺囑或者走信託。再來你要知道，放棄繼承跟代位繼承不一樣。很多人會把放棄繼承跟代位繼承當成同一件事情，事實上這兩個差很多。放棄繼承是你自己不要法律上就會當你從來就沒有資格，那所以你的小孩也不能代替你上。而代位繼承呢，是指原本該继承人過世，或是被法院判決喪失繼承權，才會由他的直系卑親屬頂上去。民法第1145條規定的喪失繼承權是要符合特定條件，這內容很多我就不念了，反正就是重大虐待偽造遺囑之類的重大事件而且要經過法院判決確定剝奪才會算數。然後繼承人過世還有條件A 必須比阿公更早過世 ，A 的兒子才可以拿到代位繼承把 A 的那份拿下來所以繼承這個事情真的是蠻複雜的。這也是為什麼我會建議你說，如果你家有長輩是要處理財富傳承的，你千萬不要自己那邊抖音看一看，或聽隔壁鄰居講那就那邊開會簽字一定要找律師或是代書確認清楚，不然你以為你都安排好了，就是你在那邊自己想自己對，你知道，然後後來才出現不是這樣。那你又去爭，然後那邊爭論說我以為我也就沒有這個我以為法律又寫好了你一定也聽過那種就是分財產分到好幾個兄弟姐妹都決裂的事情嘛。最後你要知道放棄繼承的程序跟稅務我們前面都在講說誰拿得到那接下來就要講說要怎麼拿到。程序沒走好一樣會出事。首先是時間，你看我框起來的地方民法第1174條規定，你要從知道自己可以繼承的那天起3個月內用書面向法院申請放棄，而且要通知其他繼承人。那這3個月很重要很多人就想說那我不拿就好，然後沒去法院登記，3個月一過法院會默認你就是接受這個繼承那這時候如果被繼承人有債務就換你了。再來是稅，很多家族會用協議書來喬說好全部的子女放棄，然後房子統一都給其中一個孫子。這會有一個狀況，就是你這麼做等於是原本的繼承人把自己可以拿的那份送給另一個人。好，那國稅局來說贈與稅贈與稅要入賬咯。現在每人每年的贈與稅免稅額是244萬，一間房子隨便都超過嘛你本來想要省錢，結果補稅加罰款你賠更多。所以我會建議你做以下這3件事情。第一，立遺囑被繼承人還在世的時候就要寫好了要給誰就要給誰，要給孫子直接寫孫子，不要繞那一大圈。立遺囑也有合法的方式立也不是你那邊自己寫一寫或是你自己手機打個字賴給別人那個就生效有它的流程跟步驟要走。來，第二，遺產分割協議要公證或是直接到家事法院做核認不要私下瞧一瞧你那邊亂簽日後吵起來那張紙會根本沒用。第三就是找專業的人士幫忙
放棄程序找律師確認，稅務成本哦，那你就找會計師估算。其實你找律師，他就會幫你找其他專業人士了哦。地政登記的話找代書哦。我個人認為入口會是律師哦，入口也不是會計師或是代書，反正你先找律師啊，大概都能幫你喬得好勢好勢哦。然後費用的話，你統一給他，他再給其他專業人士就好了。3個人的費用加起來會比你被追稅的金額便宜很多。那最後，如果你是買房子的人哦，要特別提醒你，如果你買的中古屋是屋主繼承來的，就一定要請房仲幫你確認戶籍謄本、法院的放棄聲明、遺產分割協議這3份文件是否齊全。那仲介還是有揭露的義務，也要在契約裡面寫清楚繼承狀況已確認，無爭議，由賣方負全責。不然哪天突然跑出一個失散多年的繼承人，說什麼要主張代位主張他的權利啊，你人都住進去還要打官司，不是很難看這也是為什麼我一直建議說，你買中古屋要找厲害的房仲，因為他會處理100件甚至1000件案子他遇到狀況亂七八糟通通都有，而且他比你還怕麻煩，因為你對他來說是一個案件，他不應該讓你這個案件去拖垮他其他的，比方說他陪你去出庭或幹嘛所以都會厲害的房仲經營很久的房仲他都會把這個事情防堵在發生之前那遇到有继承有問題的物件他寧可怎樣，他就不接，他也不想賺這個佣金去拖垮他其他的行程對，所以會幫你把關。那當然就是找律師那律師的話呢，就是看我推薦的律師高雄的在地律師，反正我們這一幫人，我們有什麼法律的狀況或問題，我們都是先諮詢他的。諮詢我是建議你直接就付錢，那個是你自己去看律師有多難考，每個律師考上以後，他都會放所有的書從地上放到比他還高，對啊，所以我個人認為不用去跟人家計較省那個什麼限時免費諮詢這種事情，你要該諮詢就好好問，然後就把錢付掉，這是 OK 的，這才 OK 啦，尊重專業。尤其你現在又要搞什麼繼承相關的事情，那個都是好幾百萬、千萬是過億的事情，然後你跟人家凹那個諮詢費利息。講完了，我們整理一下今天我們講了繼承這件看似簡單卻處處充滿陷阱的事情我們先分析了放棄繼承跟代位繼承這2個經常被搞混的重要概念，並且我也說明了法律實務運作的真實狀況。很多人以為只要父母放棄，孫子就能順理成章得到房子，但在法律上這樣操作會讓財產旁落到其他的兄弟姐妹手上，甚至完全落空按你的孫子到時候就說我的房子嘞那再來，我也提醒你，在執行實際的放棄繼承的时候，要特別注意所謂的程序時效跟稅務問題。如果不小心忽略了法院申請程序，或是錯估了贈與稅風險，都很可能讓你原本的節稅安排變成更大的財務負擔。結論就是，那最安全又有效，你就是找律師找專業的律師來協助完成繼承程序。尤其是買中古屋的人，更應該確認繼承的狀況是否有那個爭議，避免日後出現法律糾紛。最後我想問你，你有處理過放棄繼承嗎？你認為最大的問題在哪裡？A. 程序複雜，時間又緊迫。B. 稅務太麻煩，一不小心就要多繳稅。C. 親戚之間很難溝通，很容易就翻臉。在講八卦之前來點乾貨。很多朋友會問我說，阿元，你房地產做這麼久，有沒有口袋名單啊？這不就來了嗎？掃一下這個 QR code， 我有的牌都在這裡了。進去先點影片看我介紹，讓你心裡有個底然後就可以直接加他們的 LINE 了。買賣房子，台北找銷店，高雄找林店，美術之星，這2位都是我的大前輩，我有問題也是直接問他們，你就直接敲就對了。如果你雙北要裝潢漢一室內裝修嘛，很多觀眾朋友合作以後都覺得很滿意。那如果遇到了法律上的問題，有頂尖律師可以幫助你。好啦，我有的資源都給你了，你有需要你就大方用，不用客氣。最後我要請你支持我，加入我的頻道會員，每個月250塊錢，直接抄我做好的重大建設功課。高雄自產老會員都跟超過1年了，沒料的話大家早就跑了。最後也不要忘了幫我按下訂閱按鈕。YouTube 的後台跟我說有 74% 的觀眾還沒訂閱，這樣都能超過5萬人支持。如果你還沒訂閱，麻煩先按一下買房阿元 logo 旁邊那個可愛的按鈕，對，點下去就對了。這樣我離10萬訂閱又更近一點，拍片的動力也會暴增。按好了嗎？感謝你這麼挺我，祝你老了有房又有錢。講八卦講八卦，今天講那個繼承然後樂等還法條什麼有的沒的那講點輕鬆的。我跟你說，你要跟那個代書好一點跟仲介好也行就是
繼承真的是我目前看起來最棒的一種東西，最棒的房子之一了。繼承為什麼？因為繼承的人會亂賣。他的亂賣是怎麼樣？他亂賣就是他們兄弟姐妹要急着分錢，這很多，這在疫情過後說超多哦。代叔跟我聊的，你看疫情殺掉多少人哦，殺掉多少長輩，然後就繼承了。好，那繼承的會發生一個情況，叫兄弟姐妹嘛，都繼承到爸爸媽媽過世爸爸媽媽的房子。好，那請問誰說了算？走的又算急啊，又是按那個比例去分的啊。請問此時誰說了算？老大說，假設就兄弟姐妹就這4個人好了，兄跟弟跟姐跟妹，兄就跑出來說，我認為說，那我們就繼續收租，繼續收租的話，好啊，請問以後誰要來煩這個每個月收房租，然後打散以後匯給其他人那他沒意見就沒意見，是好事情那大家通常有意見，就說那把它賣掉就好了，反正我們都不住那裡為什麼？因為賣掉可以分大錢啊，可以分到大錢啊，然後就按比例來分。好，那既然要賣房子，要急着要拿錢，那請問這兄弟姐妹會說，那我們一人再出15萬，好，我們湊個60萬，我們把房子重新整理弄漂亮，抬高它的售價，賣掉以後，我們大家再來按比例分。你覺得有辦法拿到這個錢去整理房子嗎？就不會嘛所以說繼承就是急着分錢，急着分錢就不會去守那個價格了，你知道？因為這筆錢對他們來講本來都算意外之財，所以他不會去跟你計較那個什麼一定要賣到多少多少。那大概是你有出價，他覺得 OK， 他們就會賣了就這樣，然後賣掉急着分錢，所以房子也不會整理啊，不会整理就不會整理啊，不會整理，反正我們拿到房子，我們也都是要整理的。我講一個案例這個很久了，這個10年、15年以上的事情，所以可以講，這沒差。就是說，我還真的有看過繼承的房子，是一個地主那你想說這個蓋房，就是拿你的土地合建完以後分房子這件事情，是現在才有沒有？古早就有了我還記得是什麼板橋海山家樂福那邊那時候我根本都還沒拍這個頻道然後就是一樣是代書介紹的，你看就是跟你說要跟代書好一點，那你說這麼好的案件，為什麼代書自己知道就把它吃掉了，還淪落到報給我知道？就他自己早就買滿了，好不好？他大概是每周都会遇到這種繼承的東西，他自己要吃早就吃滿了，然後還是有人報過來，那還是他手上在處理的案子，那他就往外報，就是這樣。好，那個是一個公寓。公寓的5樓，然後我們走進去，我們只是覺得很誇張。為什麼？因為這個公寓5樓從來沒有住過人，他不是說以前有租過人，現在沒有，是從來沒有住過人，從來沒有。那屋齡都已經30有了吧，從來沒有住過人。然後那個古早的廚具，真的古早的廚具的膠膜都還在，就這樣。然後窗戶從來沒開過，就有這種的。然後就問說，怎麼會那麼奇怪？這麼好的地段，這麼熱鬧的地方，怎麼會有這種沒住過人的房子？當然是馬桶水早就是蒸發好幾十年了所以你一進去，你會聞到那個味道，因為它通糞管那就會問說，怎麼會有這種東西？他就說什麼這個地主一個老先生然後他的土地然後就蓋嘛，因為就蓋房子要分房子給他，然後分太多了，他是板橋的什麼什麼大地主，分太多他就忘記了，真的就說忘記了，然後現在過世了以後。他就这個就繼承給他的兒子女兒之類有沒的，說很多人這些人無一例外就是盤點，還請律師會計師去盤點他們手上繼承到的東西然後盤點，然後不想要的就把它全部都賣一賣，是這樣還要遇到然後那個價格怎麼樣？超級便宜，對他們來說沒有差，你知道，他又不是說我們3-5個兄弟姐妹，然後繼承到1-2間所以我要去榨取出這個極大價值。他們一繼承到10幾間、20幾間，看都看不過來。然後你跟他要鑰匙也沒鑰匙，他自己都不知道有那間房子。後面請人開所做的就是這樣，就有這種東西。我想說，你這個說法破綻很多按照每年的房屋稅、地價稅什麼的，到底是誰在講就不知道。反正就是羅生門就對了。那既然有天降橫財，那他們就要分錢，就繼承繼承真的是超甜，我很喜歡甚至說。你那個591你也不用看了，你就是沒事就去認識一些代書中介，什麼問有沒有繼承的案件。那繼承的案件有甜有不甜，不甜就是也是有那種繼承很複雜、莫名其妙複雜的所以還是要審核一下，真的是不會去守那個價格啦。他們也沒有要賣高，因為你想想看，換你繼承到，你根本不會去住，然後你現在要出租，你要拿一筆錢出來整修，你會去整修嗎？不會啊，對不对？算賣一賣，然後大家分一分錢，大概就是這樣。分完錢要幹嘛？媽的，就跟台積電輸贏要幹嘛？反正就是
繼承啊，那繼承的話不會去守那個價格，你可以買到相當便宜的價格，相當便宜哦，大概你一刷出去就在扯當地實價登錄的後腿的那種等級哦。前提是你的案子沒有問題哦，就是好好乾乾淨淨的繼承，然後繼承人有志一同賣掉分錢哦，不要又有誰突然主張什麼有沒的。所以就跟你分享，市場中還有這條路叫做繼承，不然你以為說那個實價登錄那個登出來，怎麼有人可以買那麼便宜又不是特殊交易就是這樣來的。